退休理財嘅10大失誤係啲乜嘢？退休之後買股策略應該點樣調整？林本利基本賺錢嘅心法係點樣嘅呢？退休千萬財產點樣年收50萬，月收4萬幾？資產應該點樣配置先好？經濟學者林本利退休之後嘅另類投資又係啲乜嘢呢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nga TV， 我係不了，2年幾前40歲才自早退。呢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、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。今集嘅主題向林本利取經退休策略，將會分享林本利博士好多關於退休投資理財嘅寶貴心得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話說不了響搜集資料嘅時候，發現香港經濟學者林本利嘅文章。雖然我唔認識林博士，但係就覺得佢嘅文章實而不華，而且內容非常正氣，理念亦都同不了有好多一致嘅地方。睇完之後，不了亦都好敬佩佢。所以今集不了向林博士取經，將會分享一啲佢嘅文章，對風險承受力較低嘅退休人士極有參考作用。內容包括退休理財嘅10大失誤、林本利股市嘅基本心法、退休理財嘅資產配置、退休之後點樣做到月入4萬幾蚊，仲有佢自己退休之後嘅夢想同埋個人實踐，適合退休人士同埋響股市投資注重防守嘅人士收睇，相信一定能夠帶俾大家一啲啟發，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我哋而家開始啊！免責聲明，本影片只係學術分享，並唔係任何嘅投資建議。今集將會分為以下5個部分： 1. 林本利嘅警世遠見； 2. 林本利分享退休理財嘅10大失誤； 3. 買股策略回歸基本； 4. 退休千萬財產，年收50萬元； 5. 退休另類投資，助年輕人尋夢。第一部分，林本利嘅警世遠見。點解不了會留意到同埋介紹林本利俾大家呢？因為呢2日我睇到一篇佢響2021年10月時候寫嘅文章，題為自製長糧，千萬富翁月收4萬。文章開首係咁樣講嘅：即使有足夠資金認購10年期企業債券，每年息率亦不過2厘幾，只能抵消通脹。若然為咗高息認購內地房地產商發行嘅債券，一旦遇上違約，更係血本無歸。如果將啲資金投入股市，過去10年內地同埋本地股市有波幅冇升幅，能夠賺3厘至4厘嘅股息已經好幸運。呢篇文章刊登嘅時候，內房嘅債券開始出問題，但係仍然未出現大面積爆煲。今日回頭睇翻，如果大家當年買入咗內房債，今日隨時已經蝕到血本無歸啦。不了認為林本利當時嘅文章好有遠見，好警世，所以我就繼續睇佢所寫嘅文章。第2部分，林本利分享退休理財嘅10大失誤。不了再分享林本利響今年11月10日嘅文章，題為銀行遊說買不明產品易中伏。林本利分享退休理財10大失誤。越接近退休，越多人埋你身邊。退休人士一定要睇，內容係咁樣嘅：辛勤工作幾10年，終於等到退休嘅一日。唔少老友記深怕會坐食山崩，往往全副老本投資各式各樣嘅產品。林本利過往10年接觸數以千計學生，發現有啲人投資過分進取，有啲人就連自己投資緊啲乜嘢都唔知道。佢總結港人退休投資10大慘案，值得大家警惕。 1. 炒賣科幻股或中概股、細價股，虛幣，損失慘重。入市前冇做足功課。首先，唔少退休人士炒賣自己唔熟悉嘅科技股、細價股。睇翻2021年，佢坦言好多投資者追捧科技股，入市之前卻係冇做足功課，連自己買啲乜嘢都唔知道，咩藥明生物、美團、快手，結果俾人斬手，流血不止。佢戲稱呢啲股票係科幻股，因為上市公司當時業績平平，但係就俾唔少市場人士唱好，股民聽信投資貼士就慘被套牢。佢以恒生科技指數為例，2020年7月由7000幾點起步，響2021年2月退到11000點，升勢由美團、快手等推動。其後呢啲科幻股泡沫爆破，科指喺2022年10月低見2700點水平，由高位大跌70%幾。更甚嘅係，買科技股幾乎冇利息可收，細價股同樣令唔少人選手。林本利有朋友因為炒細價股，結果連樓都輸埋。投資100萬落去，結果停牌。記住唔好炒呢一啲細價股啊！ 2. 投資唔認識或者高風險產品，保費融資，損失慘重。同樣地，千祈唔好買一啲自己唔認識嘅衍生產品。例如過去10幾年，一啲銀行關係經理向客戶推介股票掛鈎票據 ELN， 被戲稱為 Accumulator 嘅累計期權 Accumulator，
記住越係接近退休年紀，因為你有錢，所以好多人會埋你身邊。林本利曾經俾銀行客戶經理游說投資槓桿壽險。幾年之前低息環境之下，呢一啲壽險產品以較高息口作招來，稱回報有3厘幾，然後客戶經理會建議進行保費融資90%，你買200萬，自己放低20萬就得啦，其他180萬就借錢，槓桿10倍。有學生就係咁樣中招噶啦。佢近年多次提醒學生唔好沾手槓桿壽險，佢亦都質疑客戶經理係咪知道你自己賣緊啲乜嘢呢？當時貸款息率好低，只係2厘幾。佢向客戶經理提問：呢個2厘幾貸款利率係咪永久唔變噶？壽險產品嘅3厘幾回報又係咪保證嘅呢？客戶經理向呢個時候先至和盤托出，首先佢嘅壽險產品嘅3厘回報係非保證嘅，實際回報視乎投資表現而定。貸款利率就係跟隨最優惠利率 P 浮動。3. 大額按揭未償還，加息影響現金流，槓桿壽險加息勢危，因此投資者承受兩邊嘅風險。有學生中招投資響槓桿壽險，貸款利率由最初嘅3厘幾，向加息週期之下變成6厘幾，投資回報不足4厘。林本利直斥，更離譜嘅係最優惠利率 P， 原來嗰個 P 係跟美國嘅 P 嘅，唔係跟香港未到6厘嘅 P， 而係跟美國接近8厘嘅 P。結果嗰一個學生，一方面響槓桿壽險上面賺唔到幾多，另一方面因為6厘幾嘅貸款利率，唔可能再借落去，唯有動用自己嘅儲蓄，償還100幾萬嘅保費融資。對於退休人士，林本利建議動用退休金還清樓按，大額嘅樓按還剩少少都可以，但係唔好繼續孭重債，因為退休之後每月要依靠投資收入，仍然有樓按在身，還息又還本，會影響現金流，所以你應該盡量還清樓按。好多人話唔還啊，話樓按只係1厘幾2厘，你年輕40-50歲仲可以嘅，但係到咗60幾歲嘅時候，突然加息至4厘幾點算呢？更甚嘅係，佢見過有退休人士，一方面有樓按未還清，另一方面攞退休金做其他高風險投資，但係眼光不濟輸清光，晚景淒涼。4. 買股票切忌 all in， 要分散風險。林本利有講述一位學生嘅退休理財錯誤，令大家警惕。呢位朋友有400幾萬嘅退休金，2019年用200幾萬買中石油857一隻股票，由5個幾溝貨到4蚊，結果2020年4月國際期油價格一度跌至負數，中石油跌到2個幾，賬面損失一半。記住，你起碼要持有10隻以上嘅股票，仲要係唔同行業、唔同板塊，每隻最多佔1成，做到分散投資風險。林 Sir 唔知道呢位學生有冇沽貨止蝕，如果持有至今，股價已經返家鄉，期間收息亦都唔少。5. 買基金收息，派息嚟自本金。呢位朋友另外一個錯誤係用咗另外嘅200萬買入咗派息基金，佢嘅計劃好美滿，因為呢隻基金月派息大約1萬蚊，足以俾佢支付居住村屋嘅租金，2年嚟收咗20幾萬息交租。林本利聽完就叫呢位朋友詳細睇下基金嘅條款，結果佢發現基金派息可以嚟自投資本金，200幾萬呢個時候賬面只係剩翻大約180萬，所以你自己買債券收息好過幫襯基金，起碼透明度高。譬如政府債券，你睇到債券每年派息俾你，持有到期會俾翻本金你，但係基金嘅本金可以虧損，係冇保證嘅。永續債券並非好選擇。當然，投資債券並唔係完全冇風險。林本利認識有準備退休嘅長者瞓身買內房債，貪佢嘅利息高達8厘，極為吸引。結果遇上公司破產違約，血本無歸，將大部分嘅退休金輸咗。另外，投資永續債亦有一定風險，因為永續債係冇到期日，唔同傳統債券投資10年、20年或者30年之後可以攞翻本金。如果投資者需要套現嘅話，就只能夠響市場上面揾其他嘅投資者接貨。因此可能蒙受本金損失。有學生早年以1000萬買永續債，美國響2022年突然大幅加息，債價急跌，佢投資嘅本金只剩低700萬，決定止蝕離場。如果持有至今，跌剩400幾萬。此外，買政府債券亦都要警惕矽谷銀行破產嘅慘案。矽谷銀行響債息僅1厘嘅時候買入長年期嘅國債，結果美國突然大幅加息，債價大跌，導致資不抵債。6. 自置物業無懼加租。講翻退休理財，林本利建議長者最好擁有自置物業，因為租樓不時要面對加租。有退休朋友就因為業主加租，需要越搬越遠，由市區搬去屯門，將來可能又再搬遠一啲。
7. 投資過分保守，只做定存，跑輸通脹。另一方面，佢留意到有啲學生過分保守，過去呢10幾年長期低息，定存只係呢2年先至多一啲利息。有啲學生嘅退休金只賺1厘息嘅回報，長期跑輸通脹，日積月累之下，呢一筆錢嘅購買力就會越嚟越低。8. 墮入網上情緣，再向財務公司借錢，被騙去身家，提防騙子、退休人士、騙徒至愛。近年本港詐騙嘅數字持續上升，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，令人防不勝防。退休人士往往係騙徒嘅頭號獵物。林本利亦有學生同埋朋友身陷騙局，因而輸咗成副身家或者欠上一身債。有學生曾墮入加密貨幣騙局，向 WhatsApp 遇上美女搭訕，其實真身可能係男人，教佢買比特幣，賺錢後想套現，騙徒就訛稱要支付一定嘅金額交稅之後先至可以提取，結果當然係冇辦法拎到呢一筆錢啦。另外，有學生就墮入網上情緣，同一時間接到財務公司來電，誘導借錢，佢懷疑兩者可能係有關聯，小心老公拎層樓去2按3按。近年太多借錢廣告，特別會誘使大家將物業加按貸款。佢認識嘅幾個家庭，亦都係男士墮入呢個陷阱。奉勸女士小心，你老公會拎層樓去做2按3按，聯名嘅樓都可以借，通常財仔會借一半俾佢。佢曾經幫助過一啲身陷高息2按困境嘅家庭，進行債務重組，將貸款由財仔轉到去其他銀行，息率可以由20幾厘降到去3厘幾。9. 賣樓創業或者幫下一代創業，結果輸光住公屋。此外，林本利忠告學生未必人人適合做生意，記住唔好隨便創業。為人父母就更加唔好隨便俾錢下一代創業。有啲退休長者賣咗層樓去幫子女創業，做生意係好困難嘅，後來成筆錢輸光晒，父母就要住公屋啦。10. 過度消費及賭博，輸清光更欠債。最後佢提醒唔好過度消費，亦都唔好賭博。佢認識一啲人平日好有派頭，住南區豪宅，坐名貴房車，出入馬場，原來外表光鮮，係借貸堆砌出嚟，實際上欠下一身債務。第3部分，買股策略回歸基本。呢個部分係林本利今年10月13日嘅文章，題為林本利買股策略回歸基本，主要講關於佢股市投資嘅策略。內容係咁樣嘅：林本利股票投資策略，6至7成股票收息，3成左右考眼光，並喺過去股市低迷嘅時候吸納。近期港股市場氣氛改善，恒指日前一度重上23,000點，到達逐步收割成果嘅時候。佢認為事實證明呢個係長期可賺取穩健回報嘅方法。人民銀行、國家金融監管總局、中證監3大部門9月24日舉行聯合發佈會，推出組合拳振興經濟，刺激港股大時代重臨。恒指由18000點拾級而上，成交金額亦接連破紀錄。林本利特別留意響內地國慶長假期間，響10月2號到7號響北水缺席之下，恒指仍然由21000點炒上到去23000點。北水缺席呢4個交易日達2600億至4300幾億嘅成交額，全部係嚟自蜂擁入市嘅香港及國際投資者。嗰啲人以為10月8日 A 股復市，港股會升，諗唔到會係跌。而恒指10月9日曾經跌到去27000點水平計，嗰啲人全部輸咗2000幾點，輸超過1成。過去幾日大部分都要蝕錢離場，短炒傷身。林本利多年苦口婆心勸學生，投資股票切忌高追，唔應該抱有羊群心態，同其他人去追貨，因為隨時會摸頂接貨。佢又反對短線炒賣，買股票心態應準備中長期持有，而且係動用未來幾年唔急用嘅資金入市，唔好因為急需要用錢或者股價短暫波動而賤價沽貨。7成收息，3成考眼光。佢今年7月底亦都向《星島日報》分享佢股票投資策略，持貨買入10到20隻股票，分散響8到10個唔同嘅板塊，並且主張當中6至7成嘅股票長期持有收息，每年賺取3至4厘嘅股息，剩低3成嘅資金就視乎股市情況，喺大市低迷嘅時候分注，趁低吸納，等到股市重上較高嘅水平嘅時候沽貨，務求股票投資整體嘅回報每年達到10%。佢引用聖經傳道書嘅，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，因為日久必能得着。喺股市低迷嘅時候播種，如今又有得着。以今年為例，今年初恒指向16000點水平可以低吸，至5月曾經重上19000點就可以沽出。而今年8月初一度重回16000點，又係另一次低吸嘅機會。嚟到最近2星期，
恒指升上22,000到23,000點又可以高估，而上星期三恒指回落至27,000點左右，上星期四更低見20,190點。我哋呢啲分住高估嘅，趁回調就可以入翻一啲，所以仲賺多一啲。除咗港股，林本利呢一套低級高估嘅策略，亦應用於美股組合。美股同樣喺4月標指跌穿5000點嘅時候低級，7月回升高估，其後8月跌至5100點水平又再低級，至9月回升高估。今年港股及美股均賺30% 以上，成功跑贏恒指同埋標指7到10%。上晝買港股，夜晚買美股，今年兩邊市場亦都獲利甚豐。早晨要殺你的種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樣發旺，或是早殺的，或是晚殺的，或是兩樣都好。聖經傳道書呢一篇經文可謂相當應景。第四部分，退休千萬財產，年收50萬元。以下係摘自林本利於2022年10月5日所寫嘅文章。雖然內容已經係2年前嘅，而且部分複利嘅金額同今日已經稍有不同，但係心法同埋大方向至今仍然適用，同不了影片嘅觀點亦都好類似，值得分享俾退休人士。內容係咁樣嘅：今年9月，政府將普通同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合併，一對65歲或者以上嘅夫婦，只要資產唔多於568000蚊，每月收入唔多於15810蚊，就符合資格申請長津。每人每月可以得到3915蚊，夫婦2人合共可以得到7830蚊。筆者過去多次撰文指出，長者若申領長津，資產審查唔計算自住物業，亦唔計算終身年金。呢15810蚊嘅收入上限，唔計算從安老按揭收取嘅每月年金，只會計算從終身年金每月收取到嘅年金。此外，子女給予嘅生活費亦都唔會視作收入。因此，只要65歲或者以上長者做好資產配置，大部分都符合申請長津嘅資格。港富翁資產70%為物業。根據調查，香港嘅千萬富翁物業佔資產淨值約70%，剩低嘅30%屬於流動資產。一對65歲擁有1000萬身家嘅夫婦，如果將70%嘅資產投放喺自住物業，即係700萬，剩低300萬投放喺股票、債券同埋存款等流動資產。即使能夠做到每年收息4厘，亦不過12萬。兩個人每個月有1萬蚊，亦只可以應付基本生活所需。若然呢一對夫婦申請安老按揭，700萬嘅樓價，以固定息率計算，每個月可以得到18130蚊年金，連同個人投資所得嘅1萬蚊，合共28130蚊，大約係現時全港家庭收入嘅中位數。倘若佢哋想進一步提升生活質素，可以考慮將300萬嘅流動資產入面嘅250萬用作購買終身年金，每個月合共可以得到13875蚊嘅年金，然後剩低嘅50萬用作購買股票，賺取4厘股息，每年有2萬蚊，即係每個月有1667蚊，連同終身年金每個月所得13875蚊，合共15542蚊，仍符合資格申領長津。夫婦兩個人每個月就可以再多7830蚊嘅收入。呢對1000萬身家嘅夫婦，每個月從安老按揭、終身年金、個人投資同埋長津所得嘅收入，可以高達41502蚊，每年約50萬元。因此，筆者一向鼓勵手上資產約1000萬元，兼且唔善於投資嘅長者，將大部分流動資產放響終身年金，以符合申請長津資格，就可以大大增加每月現金流。況且長津每年跟隨通脹調高，對長命百歲、資產唔多嘅長者更為重要。第5部分，退休另類投資，助年輕人尋夢。最後分享一篇題為辦教育中心開售理財班，林本利另類投資，助年輕人尋夢，係2023年8月明報嘅文章。內容係林本利退休之後點樣令到自己更加豐盛，唔係關於理財，更多係關於退休之後嘅目標同埋自我實現。對呢一刻嘅不了嘅啟發亦都係最深。內容係咁樣嘅：今年61歲嘅經濟學者林本利，未到50歲就提早退休，利用積蓄投資帶嚟每年約100萬嘅利息，本應可以韌韌腳環遊世界享受人生，但係佢選擇開辦教育中心，為年輕人提供活動場地，開班教人理財，做人生導師，蝕錢就自圖腰包填補，盈利就悉數捐出，還計點計呢一條數都唔划算。身為經濟學者、投資專家，嚟到人生下半場嘅林本利，有住另類嘅投資之道，目的係要過得更豐盛。
同林本利做訪問，相約向佢與北角嘅教育中心見面。2011年，49歲嘅佢由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一職提早退休。之後12年退休生活，大部分時間就圍繞響教會同埋呢一間教育中心，提供場地俾年輕人展所長。佢形容教育中心為另類社企。向訪問過程中，林本利最常講嘅一句話就係：我想支持年輕人，我覺得年輕人係弱勢社群。過去無論響教會、大學，抑或響藝術發展委員會，接觸唔少年輕人，佢哋好有理想、有創意，但係就難覓場地一展所長。於是佢響2010年，佢將賣樓所賺嘅700萬買咗北角2個單位，開辦活道教育中心，俾年輕人有地方開辦活動。一心做善事，卻非一帆風順。籌辦教育中心因為太多事情要兼顧，強大壓力壓到身心，有次忙到冇時間食飯，食咗成盒朱古力當午餐，因而出現嚴重嘅食物過敏而送入急症室。教育中心開始營運之後，最初完全唔收租金，只需要租借人分擔管理費、雜費等。結果幾年落嚟，卻要倒貼40幾萬。計數之後，決定僅收廉價嘅租金，每個鐘由50到200蚊不等。又試過有一名補習導師收咗學費之後消失。結果林本利親自上陣，為已經繳交咗學費嘅中5、中6生補習經濟科。12年盈餘1200萬，全數捐出，直至無心插柳之下開辦理財班。教育中心旋即由虧轉盈，開班教人理財，係因為身邊認識唔少家庭朋友，因為投資失利而債台高築、破產，甚至搞到全家雞毛鴨血，而且唔少係有學識嘅專業人士。林本利每個月響中心開辦理財投資班，講解財經概念，分析市況，助人審慎理財。10年嚟已經累積超過1600名學生，中心錄得收入超過4000萬元。從20出頭嘅大學生、家庭主婦，再到大公司嘅財務總監，都係佢嘅學生。佢將教育中心理財嘅課程、場地出租嘅盈餘全數捐出。12年嚟捐出超過1200萬港元。為咗呢一間教育中心勞心勞力，卻分毫冇袋入自己袋，何解呢？向經濟學，投資係平衡唔同時段嘅消費，犧牲依家嘅消費用嚟投資，將來就能夠獲得更多嘅消費同埋享受。就如你投放時間種植，果園就會長出果實。我好相信呢一套，只要肯耐心等待，資產就會升值。眼見自己曾經輔導過嘅年輕人，從副學士 Ivy 升到去港大、理大，向社會各展所長，佢流露出欣慰表情。佢嘅投資就係將金錢、時間同埋心力投放喺年輕人身上，盼望佢哋有更好嘅發展，就好似回報當年自己喺求學、工作路上所遇過嘅伯樂一樣。回顧過去12年，林本利話自己達成咗3項成就：一係輔助咗超過40名年輕人，提供場地俾佢哋進展所長，從傳統嘅中英數補習班到 STEM 話劇班、為 SEN 即係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而設嘅音樂班等。身為基督徒嘅佢，就連申請紫微斗數班亦都唔抗拒，目的就係唔想扼殺他人嘅夢想。二，響中心接觸年輕人，不時會聽到佢哋分享家庭、學業嘅煩惱。林本利成為佢哋嘅人生導師，陪伴佢哋成長，睇住佢哋成為快樂青年。育有一子一女嘅林本利，尤其心痛因為父母期望而失去自我嘅年輕人。佢遇過一個地產商嘅孩子，屋企雖然富有，卻患咗嚴重嘅抑鬱症。因為父母需要佢繼承家業，逼得太緊，要停學1年。林本利就陪住佢，開解佢。佢亦遇過年輕人完成法律學位之後，先至發現自己並唔擅長法律，轉入醫學院，重新開始。第三呢，當然就係理財班。本身1期10堂嘅課程，學生上過翻尋味，要求加班變成每月恆常班。即使疫情之下，學生嘅人數亦未見大減。開辦至今，令到中心嘅收入錄得逾17倍嘅增長。49歲提早退休，林本利冇諗過呢12年會過得咁充實。我計過，依家嘅生活比起繼續留喺理大更好。理財班意外帶嚟比起大學教書更可觀嘅收入。如果繼續留喺大學，為咗院校排名，需要花大量時間做研究、寫論文，難以兼顧其他事，攤賺到盡隨時失去更多。2010年，佢同一眾理大教職員登報指出理大管治問題。指理大當年金融海嘯嘅時候投資損失9億，管理層卻係解僱100幾名嘅前線人員，同事憤憤不平，佢係唔識睇數，揾林本利幫忙。佢翻查過去10年資料，剔出9宗罪，指出校方涉成立多間附屬公司，虧損嚴重，多宗關聯交易，
由校董會成員投得接受由校董任顧問嘅銀行所提供貸款。問題揭發之後，新任校長、校董會主席徹查事件，同時佢一直向政府提出議題，如訂立競爭法、規管發水樓。當屆政府亦一一落實。自覺學者嘅身份可以功成身退，見盡人喺金錢面前點樣失去理性，幾多人賺盡之後到頭嚟失去更多。佢慨嘆：有啲人成世人只係為咗賺錢，我覺得好愚蠢，賺嚟嘅錢根本用唔晒，到去世嘅時候好後悔，點解唔將你嘅財富、人脈關係學識貢獻社會，支持年輕人、弱勢社群或者長者？社會上其實有好多人需要我哋關心，正如佢喺著作入面度寫，人應該要以較廣闊嘅目光處理個人儲蓄同埋財富，除咗投資，藉住交稅同埋捐獻，投資社會，建設未來，收穫軟性鈔票。總結，不料認為林本利博士嘅4篇文章，無論喺長者退休後理財、規避風險、股市投資，又或者退休之後嘅夢想目標同埋角色調整，都好值得退休人士參考。做到穩中求勝，退而不休，退休後活出更好嘅自己。感謝你睇到最後，希望各位有所得着，希望你能夠訂閱同埋分享，咁就能夠幫到更多嘅人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由第一集開始收睇所有嘅影片，全部精彩。今集就到呢度，記住俾個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下次見。